农民领袖陈胜为什么被自己的司机杀掉了呢？陈胜估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历史人物了。他曾经喊出那句名言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，这句话不知激励了多少的后来者。陈胜是个标准的穷汉，年轻的时候给人当雇工，基本上就是属于无产无业的苦力而已。不过陈胜还是有点与众不同的，他所处的时代实在是太悲苦了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，采用的是商鞅之法，简称高压政策。秦始皇又开始大量的修建国家重点工程，比如阿房宫、长城、骊山陵墓等等。另外，秦始皇还开启了对外的浩大战争，征发上百万人去攻打匈奴、攻打北越等等。总之一句话，对于陈胜来说，无论是自己的出身还是当时的大环境，注定这日子是非常难过的。秦二世元年7月，秦朝大举征兵去戍守，渔养陈胜也在征发之列，并且被任命为带队的团长。陈胜和其他900名劳苦农民一起，在秦朝官吏的押送之下，日夜兼程赶往渔阳。可是行至大泽乡的时候，遇到了暴雨，道路被冲毁，这一下可算是彻底的完了。因为按照秦朝的规定，凡是戍边的兵丁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的话，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陈胜就是陈胜，他还是有办法的。于是乎，他找到了另一个被征发戍边的团长吴广，这2个人在一起悄悄地商量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当时他们2个人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：去了也是送死，跑了也是死，与其都是死，还不如干一番大事业造反，就是最好的选择了。于是乎，陈胜、吴广2人开启了反秦之大计。后面的故事就很简单了，无非是找个算命先生算一下，另外搞点什么封建迷信活动。而这些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起义的合法性需要加强。古代起义之前，搞迷信活动是个非常重要的仪式，比如在河里沉个石头，鱼肚子里写个纸条。这些活动的指向性很明确，那就是上天已经同意去造反了。而古代普通的群众是很单纯的，一看上天都有暗示了，那还不赶快跟着人家一起取大事呗。这样一来，大泽乡起义就准时的爆发了。不得不说，陈胜、吴广在起之前的总体分析是很对的。当时的秦朝处在一片分崩离析之中，秦始皇死了，秦二世大肆屠戮功臣，整个秦朝群众也是极度不满秦朝的统治模式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陈胜、吴广举起大旗，简直就是给了普通群众巨大的希望和动力。饱受秦朝之苦的群众们都是积极响应，纷纷的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加入了起义队伍。但是陈重吴广的起义很快就遭到了秦军的残酷镇压，损失严重。关于陈胜被杀，《史记》里是这样记录的：急遇装甲杀，以将遣。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陈胜的车夫装甲把陈胜给杀了，然后拿着他的人头投降了秦朝。古代的车夫，也就是现在的司机，司机向来都是领导最信任的人之一，想来这个装甲也不例外，要不然他也未必有机会杀掉陈寿。陈胜被自己的车夫装甲给杀害了，导致起义失败。装甲杀陈胜的理由很简单，他受到了章邯的指使，并予以厚礼。当时的起义军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，良禽择木而栖，庄稼觉得跟着大秦跟着章邯混得更有前途，而陈胜的人头就是最好的投名状。庄稼杀陈胜，无非是对起军处于低谷，看不到希望，想借陈胜的人头为自己邀功请赏而已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